好，上一个影片我们教了使用 model 来做这个 control 的传到 view 的这个资料传递的动作。那我们这一节来教几个另外更简单、更方便的从 control 传资料到各个 view 的一个方法。那是要用什么来传呢？就是这个标题这边 view data 跟 view bay 的这一个东西。但是其实这虽然看起来是两个东西，但是其实它们内部的结构两个可以说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在写法上不一样而已。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view data 的这个用法。那这是之前写的这个 demo 的那个专案，我们再把它拿出来用。那我们这边比如说我们今天好了，我们在 control 这边有一个值，那我这边想要把它传到 view 的地方，那上一节课是 model 这边丢到这边，我们 view 就可以接到了。那这个 view data 的方式，我们一开始要先从 controller 这边做一个设定。那我这边 view data 写在前面，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框框，然后里面这个变数你自己取你想要的什么ABC 都可以。那我这边就是设定一个title。然后等于什么值呢？就是你想要传到 view 的这个值，你就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个设定。好，那设定完了之后，我们就回到这个 demo 就 view return view 了嘛，那就会回到这个 demo 的这个 index 这边。那这边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值给印出来，印到画面上呢？很简单。我们当初是这样子给值设定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先一个这一个小老鼠，那这个是一个 razor 的语法，就是我们想要在这边使用 C# 的一些语法或变数的时候，前面要加个小老鼠，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在 control 这边设定的一个 view data， 我们当初怎么设定要印出来，就直接把当初设定的这个 view data， 然后设定什么参数，我们就直接这样打在 view 上面。好，那我这边做一个换行的动作。那等一下画面上应该就会显示两行文字，就是这两行文字。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是不是画面上会有我们这边设定的这个资料。好，那我们到我们的 demo 页。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只是我在 view 上自己打的一个字串？那这个就是我们在 controller 这边透过 view data 然后参数是 title 设定的这个字串的值，我们就把它印到了这一个 view 的上面，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在这一行。那这个用法可以说是非常直觉、非常简单，不用再透过什么这边 model 然后丢到这边。然后这边还要再去设个你接收的这一个变数类型，然后最后才用 model 的方式印出来。这边完全不用你这边直接设定，然后这边直接一个取出就可以取出来，所以是一个非常简单又直觉直接的一个方式，就可以从 controller 把这个变数传到 view 上面给它印出来，就是这么直觉，就是这么简单。好，那接着我们的这个 view data 介绍完了之后，那我们再来看看 view bay 怎么用呢？其实 view bay 为什么可以说是同一个东西呢？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view bay 怎么设定。好，我把它打在下面好了。那可以看到一个的写法是一个框框，然后里面打上你要的参数。那 view bay 的写法就是点，那后面就是你想要什么参数就直接点下去就好了。那我们这边一样是设定 title， 那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设定 view bay 的一个 title 的参数内容的值会是这样子。那怎么样把它印到我们的这个 view 上面呢？一样是很简单的，就是你这边设定什么，我这边就把它印出来，印出这一个变数。那我们画面上我再做一个启动不侦错，那可以看到其实结果重新整理结果会是跟刚刚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会说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呢？可以看到它们只是写法的不同，但是其实实际的作用实际上的样子其实很差不多。那为什么可以说这两个基本上是同样的东西呢？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其实这两个参数它是共用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把这一个来贴上去，贴到我 control 这边。好，
我今天在这一个 view bay 这边 title 设定了一个，这个是从 controller 设定的 view bay 值。好，那接下来我下一行马上用 view data， 然后里面参数一样是 title， 一样是 title， 但是我这边写了说我这边又用这个 view data 来做设定。好，那等一下，我们想要把这两个值印出来，该怎么下呢？很简单就刚刚已经下过了我们这边改成大写了，然后我们这边再空一格，我们这边再加一个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好，这个是 view bay 印出来是这一个，然后我们把这个也印出来，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这样子的设定结果，一个是 view bay， 一个是 view beta， 那我们这边这样子设定之后，等一下这两边印出来会是什么结果？我们就来启动不侦错来看一下。好，那应该是有启动了。好，我们重新整理，有没有看到？这两个值我在这边明明一个是设定印出 view bay 的 title， 一个是印出 view data 的 title， 但是这边的印出来的怎么是同样一个内容呢？因为我这边明明 view bay 我这边是设定这样的字串，那 view data 我这边写说，但我又用 view data 来做设定，那怎么这边都是 view data 的那个设定值呢？这边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什么观念呢？其实这两个东西它的参数是共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今天参数它是 title， 其实它是跟 view data 的title 是共用的，而且大小写是不拘的。有没有看到我这边故意用大写，但是这边故意用小写，但是它两个指到的储存变数的这个内容的位置是一样的位置也就是说，今天我这边 view bay title 去做这个值，那我今天 view data 虽然是用小写的 title， 但是其实它设定的值也是设定跟这个 view data 大写 title 的值的位置是一样，所以我这样子设定之后，其实就会把这边刚刚设定的东西给盖掉所以我这边最后印出来，虽然一个是印 view bay 一个是印 view beta 但是印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两个共用这两个只要参数是一样，它们其实是共用同样的这一个变数位置，所以这两个会互盖互盖，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两个其实就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它的写法是不一样的。好，那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我们应该要用上一节教的 model 来做资料传递到这个 view 这边，还是用 view data 或者是 view bay 来传递资料？通常要用哪个好呢？那如果你今天这个资料是一个很庞大，而且是这一页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这一页基本的构成就是要这个资料，那我会使用 model 的方式来做传递。那如果是一些很直觉或者是不重要直接简单的资料，你只是想要丢个什么小东西到你的 view 的这一页，那你可以选择用这个 view data 或者是这个 view bay。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东西它是不用宣告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了。什么意思？我前面根本没有宣告说我这个 view bay 里面要有一个 title， 我就直接这个等于这个就马上可以拿来使用了。那其实像这种东西最好还是尽量少用。那为什么少用？因为这种没有宣告的东西，你如果一多的话，就会变得很杂乱。那到最后维护的时候会相当痛苦。那如果你今天真的就算要用，也会用在非常简单的地方什么样是非常简单的地方？简单又直觉的地方那其实我们一开始专案的范本一开始就有在使用了。是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layout 的地方，可以看到 view day 的值 title 这边它传到这边，那这边是哪里呢？这边就是我们网页标题设定的位置。那我们再来看看原来专案 home 这边是怎么做使用的。简单来说这边有没有看到？如果今天到 index， 我就将这个标题设为 home page。那最后传来这一页的时候 ，index 这一页就会是 home page， 那我们网页标题就会是 home page。那如果是这个privacy， 我就会这样做设定。那到了这一页之后，
网页标题就会变成这个。那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运作，有没有看到在 Home 的时候，标题就会是 Home Page。那它在什么时候去做设定呢？就是进来 Index 的时候去做设定。那在这个 PRIVACY 这一页，标题就会变成这个。那它是在什么时候做设定呢？进来这一页的时候 ，HTML 这一页去做设定。那设定完之后，在这边又把它印出来，然后就会显示成这个网页标题。有没有看到？这个它是一个虽然不能说它不重要，但是就算设定失败，网页基本上也不会造成什么大的伤害。那又是一个非常直觉好理解的一个设定方式，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用 View Data 或者是 View Bay 来做这个设定，就是这种很直觉又简单，然后也不会因为错误而让你的网页可能造成不正常运作的地方的东西，我们可能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传递。那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想法，就是重要的我们就用 model， 那比较不重要比较随意的，我们可能不容易出错的，我们就用这个 view data 或者是 view day。 好，那这时候可能会进一步再问，那我到底要用 view data 还是用 view day， 这两个之间用哪一个才是比较好呢？那分别他们的使用时机会是什么呢？那其实我这边的答案是依你个人的喜好即可。你喜欢哪一个写法？你喜欢这样框框之后再等于变数，还是说直接点然后就等于变数？你喜欢哪一种方式？你就用哪一个，因为两个真的就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喜欢哪个写法，你就用哪一个。但是其实我们仔细看 ，View Bay 其实在使用上会比 View Data 来这个更随意。为什么呢？因为 View Bay 的这个资料类型，它会是一个 Dynamic， 那 Dynamic 基本上就是你随便乱用，编译器在编译阶段的时候不会报错，但是在运行的阶段有可能报错，但是在用的时候你就可以更随性什么意思呢？更随性，我们等一下再来看。那随意乱用的代价可能就是造成你日后维护更困难，因为你在那边乱加乱等于人家编译都不会错，但是可能在运行的时候就会爆炸那这样子就会造成在编译的时候，在维护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很多东西都没错，就会运行起来整个爆炸这样子。那 View Data 的这个型别会是这个物件，那它可能会需要你再定义一下型别才能够用，稍微严谨的那么一点点，但是其实也很随意啊。那我们直接看这个例子会比较清楚。我这边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式码，那可以看到我这边 view bay， 然后设定了一个参数等于10，然后我这边直接加起来，编译是没有问题的，直接就过了。但是如果我今天用 view data 设定一个词，这边我做一个 int 宣告，然后10相加，这时候编译器就会不过，因为他说你的 int 不能跟这个 object 去做相加，那就稍微严谨一点。那这时候要怎么让它继续运作下去呢？我就要告诉他我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 int， 那告诉编译器之后就可以相加，所以这个会来的比这个再更严谨一点。这个你要乱加什么要乱加什么字串乱加什么浮点数，基本上在编译阶段都不会报错。但是这个的话，你就要明确定义说它是什么东西，才能够做一些之后的运算处理就是各种处理啦，你都要先定义它是什么型别，你才可以做接下来你想做的处理。那这边的话，基本上它是 dynamic， 所以你想要点什么to list，它都让你过ST它都可以让你过，但是编译阶段可以过，运行阶段就会直接爆炸所以说这边是更随意。那这边的话，你要先把它定义成一个型别之后，才能够开始继续使用那个型别的函数。那这边就是不用这样子那这两者的差异大致上我觉得最关键的差异就在这里。那其他基本上就是一样的东西，所以真的就是看你喜好，选择你喜欢哪种写法，你就用哪一个。好，那最后要来说的就是这两个的生命周期其实都只有在这一次的 request 之中，那使用者下一次 request 的是
取不到你上一次的值。简单来说，就是每一次的 request 它的值都是新的，你必须要重新设定才能够在 Vue 去做读取。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今天好了，我今天不是在 demo 这边做了这样的设定。好，那我在 Vue 2这边好了去印这一个 Vue Bay 的 title。那比如说我这边先执行 demo， 那有做了一个设定嘛？那我今天再去 Vue 2的时候 ，Vue 2我就没有做设定了，可以看到我这边有去印，但是没有印出任何东西，因为这已经是下次的 request 了那上次的 request 设定的东西，下一次是读取不到的所以它的生命周期就很短暂，就只有这一次 request 这整个过程才能够取到。那你已经是下次的 request， 就不会读到上次的东西。那这是要最后再注意一下的它的生命周期只有这一次的 request。好，那这个影片就算是再提供一个更简单，你想要传一些比较不重要的参数，但是你不想靠 model 去传，那我们就可以用 Vue Data 或者是 Vue Bay 来去做传递。好，那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